我没迟到吧？小杰来了，晚不晚？没迟到。啊，哎，快找地儿坐。哎呀，吴姨，着急做什么呀？我这工作平时就是跑来跑去的，习惯了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庄杰。哎，宋欣然对吧？咱镇上第一个学阿拉伯语专业的，待会儿扫个微信啊。好，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呢？嗨，我这工作了几年，总觉得力不从心，现在专心考博呢。太能学了，我这医院傻3年，大学时候的单词都忘光了。我也是，我现在一看书就困。嗨，该是哪块料是哪块料，把孩子养好也是本事呀。来来来，咱们也扫个微信，来扫我。哎，庄姐，你在哪儿高就呢？我还是老样子，毕业之后就没换过，还在法国那家公司倒腾医疗产品呢。还是你们这些高级白领好。我们这做生意的劳心劳力，毕业没几年全是白头发。嗨，管他黑的白的呢，有头发总比我这秃了的强。哎呀，给我们扎一下。干什么都不容易呀。说真的，各位以后啊有医疗方面的需求，尽管来问我。我虽然谈不上多专业，但耳濡目染的也学了不老少，都是一个镇上的，互相都帮衬。对，
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大家建个群，日后多联系。就是的，在外面待久了吧，发现还是这些老同学、老朋友最亲。360行，行行有朋友，至少交流几句，不花冤枉钱嘛。来，老同学，加个微信。我这个行业你也想加？你这个行业为什么不能加？出来得及，手机落在殡仪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久等了啊。哎，镇长，人都到齐了。好，这是咱们镇上的这些特产，给大家尝尝啊。感谢镇长给大家带来了家乡的味道。谢谢镇长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都坐，都坐，哎，都坐。好。其实呢，早就想约大家坐坐了，本来呢想放在春节，没想到咱们劳动节人就齐了，那咱们就择日不如撞日。我知道在座很多人呢，生于南平，长于南平，但是恕我直言啊，你们却未必真正的了解故乡，也未必知道这里有多么急迫的需要你们，是吧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南平挺富，有上市的药厂、大型的电器厂和驰名中外的瓷器厂，旅游业、养殖业也都是可圈可点。这吹牛的话我就不多说了，还是说点忧心的吧。咱们的药厂呢，计划在5年之内迁往市里，这直接造成上千人的失业。咱们的旅游业呢，也不像外界传的这么邪乎，也存在淡旺季落差比较大的问题。还有就是在建的这个工业区，这一排一排的厂房空在那儿啊。所以我呢，在这里真诚的向大家寻求帮助，以你们的眼界和知识，帮镇上想想出路。咱们镇缺的不是钱，是人才。你们这些有能力的年轻人啊，考出去很难再回来。我呢，不奢求你们能留下来，只是希望你们能够经常的回头看看家乡，献计献策，帮帮镇上，我就不胜感激了。啊，另外，我在这里要隆重的介绍一下陈麦东。他是第一个愿意从大城市回来，一边照顾奶奶，一边切实帮镇上干事的青年才俊，且从事的是伟大的殡仪工作。咱们镇里总有孤寡老人，去世很多天了才被发现，但是自从他回来之后，不仅让逝者有了尊严，更帮助了咱们的养老院和在册的孤寡老人，连省里都专门派人来学习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只要我们有了人才，所有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。哎，但是没能让这么稀缺的人才找到对象，是我们镇上的失职啊。所以正好今天大家都来了，哎，单身的左右互相看一看，咱们能内部解决的就内部解决嘛，咱们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，是吧？谁单身谁心里清楚，别逼着我点你们的名啊！你们不着急，你们家长可真都急死了。当然，这也是镇上的头等大事儿。争起来没完了是吧？不信你们看看吴主任，那急得头上的川字纹都出来了。哎呀！好了，那我今天就说这么多。哎，我还有个会，你们别着急走。哎，你们可以多沟通啊，多交流啊，你们聊起来，好吧？那我就先走了。镇长辛苦。好，大家再见啊，再见。都让他们聊了。好的，好，别着急走啊，马上回来啊，好好聊聊。嘚瑟。开车了吗？开了，单位的车。什么意思？运尸车。
行，不打扰你了，回见吧你。自讨苦吃。我这接受枪不是新材料吗？这才大半年呀，哥，你是不是蒙我呢？不是，那肯定是磨损变形了呀，那不然我那撞一下我就走不了道了。什么叫我走路太潇洒了？你别给我拼！我知道有垂直减震，还有旋转扭力的功能，否则我能被你讹那么多钱啊？行，我回上海再给你算账。清衣服就可以了，那不危险吗？还挺细密。你个大男人还怕搂腰，有赘肉啊？你现在话怎么这么多？我本来话就很多啊。你小时候可不这样。怎么样？自来熟。不好吗？你没发现我刚凭一己之力扭转了尴尬的开会气氛吗？求你还是安静点吧，至少没那么烦人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我呀。陈麦东，你是不是有一点不自在？哎，陈
陈麦冬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对你还有旧情吧？说实话，我在高铁上看见你的时候，虽然没有立刻认出来是你，但是我的心里还是小鹿乱撞了一下。我心想，这个男的清新脱俗啊，长得像我的理想型。仔细一看，哎，陈麦冬，我的旧情人儿。干嘛急刹呀？下车，把你拐杖给我。哪只眼睛看到我现在还拄拐了？不是我说你两句，怎么还抢劫？你说我疯？哎，干嘛呢，老头？我报警了！哎，你说我这年纪，你老喂我吃甜的，是不是不安好心啊？我说你这个岁数，我不让你吃甜的，那才叫不安好心。真的是老了呀，走在街上都是奶奶奶奶的叫。时间呢，就是一座桥，每个人都要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。我们俩的年纪呢，也差不多走到那一头了，就让我们翘着二郎腿，等着他们过来。说是这么说呀，可是时代不同了，咱在对岸等着的，本想看对面的热闹，然后传授点经验啥的。现在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没啥用啊，好多事儿吧都得孙子教呢。这年纪越大呀，困惑就越多，所以啊，老想着算一算。哎，说到这儿啊，咱们那个看图说话的卡呀，的确是胡扯。后来呀，我就云山雾罩的应唬他们，说这是上天注定。你能唬得住他们，也算是一种缘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喜欢小杰，觉得他像年轻时候的我。可是后来吧，他掏心窝子跟我说，他不想待在镇上，是要回上海。我又觉得不像我了，我这辈子啊都在镇上晃，到现在都觉得有山有水有房有屋，再有个贴心人就是好归宿。你说那大城市都是钢筋水泥闹闹哄哄的，有什么好啊？你呀，不能拿自己的心境和现在的女孩子相比，他们这一代人精神都很独立的。他们想要的归宿就是身和心都有所依。哎，说到这儿，你带我读的那首诗，真是太应景了。我身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。哎呀，对小杰而言了，南平好山好水的，留住他的身应该不难，就看我们家东子有没有这个福气留下他的心喽。陈麦冬，你真狠，这包比我都贵。庄姐，刚才看你踹人的时候，腿挺好啊。那是靠肾上腺素，懂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这定制的假肢也不是白给的，下午接受枪出了点问题，磨一阵还是能继续穿的。所以，你是在故意逗我呢？你不会以为我故意？逗你？你说哪部分啊？我装瘸，还是那句？你是我的理想型和旧情人啊，都有。都是真的，也可以都不是真的，看你怎么理解。你可以啊，现在出息成这样。还行吧，人生苦短，好像也不必太认真。就比如今天和镇长开会的这帮年轻人，当时都热血澎湃，等出了镇政府的大门，风一吹，气儿一散，说我的承诺，谁还真记得？镇上现在的肉联厂，
是王家二儿子从北京拉来的投资。新山上规划了梯田，杨沟村种了几十亩的山药。这些都是在外省工作的年轻人帮镇上干。庄姐，你10几岁来南平，没有感情能理解，但不代表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满嘴跑火车。陈白东，你还真觉得我觉悟比你低啊？你以为我这么多年金牌销售闹着玩啊？明儿我叫你看看，看看我庄杰能为家乡做多大的贡献。妈，拐杖。哥，这回你信我了吧？咱姐就是被 PUA 了。真有可能。泰新康养那边，你帮我盯着点儿，他们那批呼吸输出泵早该换了。回上海我就第一时间跟进。放心吧，风吹草动我都不会放过的啊。前天咱们公司新来的女孩还张罗着要跑这条线呢，被我给怼了，没规矩。新人想出头立业绩很正常，但他可拿不下那边的门生。是啊，这冷头冷脸的，一般销售都受不了。能啃下这块骨头的也就你了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没受委屈。正因为我是残疾人，人家反而都对我礼让3分。能甘之如饴的把劣势转化为优势，绝对需要个强心脏。这怎么修炼的呀？记得你高中那会儿还怯生生的，上个厕所都得避着人。有高人点不？真的假的呀？谁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还能什么都知道啊？倒也是啊。你那会儿就蔫儿有主意的，神秘莫测的啊。胡说！高中生傻乎乎的，神秘什么呀？那你倒是快说呀，到底谁？陈麦东，他是第一个跟我说拐杖也可以成为武器的人。你俩还聊过这些呢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行了你，我都能脑补出你那八卦的样子。是你这语气有猫腻好吗？哎，你快说说，你俩当时是怎么勾搭在一块儿的？勾搭什么呀？统共也没说过几句话。你少来吧你！就你们俩恋爱没地儿，跟我们说3年的了好吗？里面还有别人吗？就我。给。还得给你送进来，干脆替你煮着得了。拿着。我就是残疾人，当然没你四肢发达。你也没跟我道歉，或者道谢也行啊。我是在教你，拐杖也可以是武器，在你这儿简直浪费了。整天摆出张可怜兮兮的脸给谁看呢？你才是呢，整天戾气那么重，又给谁看？你还要打女残疾人吗？只要你别天天把残疾挂嘴边，就没人当你是残疾人。你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心虚才怕别人说闲话，不想听，关上耳朵就是了。总打人，打得过来吗？
拐杖上有水吧？我自己能醒。谁想管你啊？陈麦东，你欠我一个人情。行，你说怎么还就怎么还。陈麦东吧，他也没角色呢。我和他演2棵树。庄姐，你挺勇啊！看来当年大家都错看你了啊。青春期的拐杖可能封印了我一阵子，但被陈麦东解开后，就放飞自我了。哎，要是这么分析的话，你俩之后那些个亲密接触，是不是都是你布的局啊？你上一边儿去！哎，你只是话到你嘴里全变味儿了。挂了。哎。哎，庄姐，先走啦，拜拜。你傻呀，不知道带伞。你才傻，我拿伞也不方便，到雷军。雨衣也买不起啊。不喜欢，太丑。上来。蹦不上去。真沉。陈麦东和庄姐，真的哎，他俩什么时候这么熟了？陈麦东，你又犯什么错了？是老师让你背庄姐的吧？哎，用不用我帮忙？你看呢，还是那么拽。就是，走走走，哎，走。耶，这么晚了，去哪儿啊？你也知道晚了，真要去找您呢。手机别的功能没学会，就学会了静音和关机。要找您只能干着急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磨叨了，跟个老头似的。天黑路远的，你起码给我发条语音啊，或者告诉我几点回。说多少回了？我聊天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搅，这条道我走了一辈子还能丢了？瞎操心。行行行，我错了啊。你错哪了？我哪儿都错了。敷衍。你就是错在自己没有夜生活，才总来干涉我。刚才看你要出门啊，我还挺高兴的。哟，出息了，约了小姐。哎，您停，打住，啊，这一天天的都神经了。
神经病吧？你才更像吧？有事禀告，有事退场。姐，其实吧，来插个话啊，你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面膜吗？这是？哎呀，姐，你睡觉还戴着头盔，坐摩托车坐上瘾了？我虽然戴着面罩，但我眼没瞎，能看见你俩的小动作，知道吗？姐，我俩是真担心你。何出此言？其实我们两个都知道你跟陈麦东的事儿。哪部分？都别绕了。陈麦东形象确实不错，干娘鸟。但是，像这种海王，当年失量行凶，始乱终弃，现在又想故技重施，我们绝对不同意。陈麦东、海王，谁胡扯的？其实我也不信，我总觉得就是他电视剧看多了。哥，你真好意思，是你说咱姐当年是地道的丑小鸭，确实有被 PUA 的潜质。我们俩私底下谈的事儿，你当着姐的面说干嘛？你这跟报聊天记录有什么区别？是你这叛变的，猪队友！哎呀，我俩真的没什么。陈麦东人挺好的，也帮过我，但人家呀，根本就没看上过我，就是同学。凭什么看不上你啊？不是看不上，是没看上。何娘鸟，你这审题能力真有问题啊！那他凭什么看不上你？谁知道啊，我又没深究。那，姐，你喜欢他吗？说实话，我不太知道真正的喜欢该是什么样的。来试试。陈麦东，说话。说什么？装傻。今天去镇上开会，遇到庄杰了，但没什么机会聊天。后来他腿不舒服，我骑车送了他一段。然后呢？没然后了，我怼了他2句。你怼小杰？他说话不招人听啊，远不如小时候靠谱，而且还咋咋呼呼的，估计狗都嫌。我看你才是狗都嫌呢。陈麦东，你是不是身心有点毛病啊？小杰这样的你都能挑出错来？我跟他性格不合。我给你2条路。第一条，明天跟我去看中医，看看你是上边有病还是下边有病。奶奶，要是有病，我砸锅卖铁、电击水疗的给你治；要是没病，第2条路，你从现在开始给我好好的追小杰。你要是敢冒犯他一次，我打折你的腿。只要他1天没有回上海，你就给我头拱地的去献殷勤。你看，哎，陈麦东，你怎么选？听见没有？听到了，追。明天去啊？明天没时间。哎，你是逼我亲自出马是吧？到时候你别后悔啊！我在绘本上读到过一句话：喜欢，不就是当你很累的时候，能够让你笑出来的感觉吗？没读过。咱妹是宝藏啊！那我也请教妹妹，那你有没有偶尔照镜子的时候，会突然很迷茫，就觉得镜子里的人很陌生？那倒没有吧，因为我太漂亮。我只会在罚写好几遍作业的时候忽然不识字儿。姐，你这次回家为什么待这么久？
我跟哥一样，都不信你这妈说的什么休年假。我吧，胆囊做了个手术，再加上算失恋了，所以想回来养养。你手术恋爱了？哎呀，别嚷！手术是个微创，一点事儿没有，恋爱也没谈成，只能算未遂。所以，你没一直惦记着陈麦冬，也没什么心理伤痕。我都多大了，没那么矫情。我确实见到陈白东就高兴，但见不着他也照样活。那你恋爱未遂的那个男人和陈麦冬，谁好？陈白东。啊，那男的不提他了，行吗？感情真难，人生也是，所有的痛苦都是无解。姐给你个忠告：什么？少照镜子，多社交。哎，对了，姐，我明天返校以后，你得帮我照顾好季三龙的，别真被咱妈给绿。不退学了？想通了，干什么都得有文化。就知道我弟是个明白人。但鹅这事儿你得拜托何袅袅，毕竟我也待不了几天了。我是猪队友，咱妹不是。其实咱仨里吧，最可靠的是他，毕竟有何叔的基因。好想装作无所谓。